老爷，我是陈委员 Lisa，现在由我全程为您服务。不知道您偏向哪种驾驶模式呢？是速度与激情，还是长途舒适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呀全都要。老爷，来！我靠，他妈谁？我这老爷，那何故殴打小的？你说何故啊？本机长正爽着呢，破坏我好事儿，你有取死之道啊！哎，看什么？老爷，打扰您是小的不对，哎，但是我们陈家园运到州府的500辆最新辆已经销售一空。哎，这里。多少辆300辆。送钱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先走吧，快！好你个陈修，竟敢断我王家财路！父亲，自从那醉仙酿在凉州问世之后，咱们家酒坊生意受到不小打击呀。这个月销量比上个月又降了1成，很多商铺都要解除与咱王家合作关系呀。为父之前命你去训那陈修教授，让他交出醉仙酿的配方。此事进展如何？父亲，一提这个我就更加气愤。那个陈修油盐不进，还大放厥词，我看他是根本不打算交出醉仙酿配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为父记得有一批河州灾民逃至景县，你让人去景县，给那些灾民散播消息，就说陈修要在陈家园赈济灾民，到时候数千灾民纷纷踏往陈家园，无论他陈修愿与不愿，他都必须开仓赈济灾民，否则这数千灾民的怒火，岂是他一个小小地主能够承受的？可是父亲，如果陈修选择开仓放粮，那咱们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这凉州9成以上的粮食都是我世家粮商把持，他一个小小地主能有多少粮食？只要你从中作梗，让那些灾民暴动，你再安插人手，把那陈修趁乱掳走，届时这醉仙酿的配方，不就是我们父子的囊中之物了吗？父亲英明，孩儿这就前往景县。还有事吗？老爷，河州发生大饥荒，朝廷无力赈灾，还有几千灾民已经跑到咱们的辽州景县了。你说当今咱这大宣啊，内忧外患，那位女帝又昏庸无能，我看亡国呀是早晚的事。与其你在这担心灾民呀，还不如咱们多赚点银子，发展武装，将来咱这乱世之中，咱这陈家园也有自保之力。老爷，英明。你再说了，这景县这么大，那些灾民干嘛都往我陈家园跑啊？不至于是吧？就是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又赚钱了？不是，是有大批灾民正往咱们陈家园赶呐。老爷，黄姐，你此番微服私访，为何来这凉州？若兰，你竟不知？也是，你身为镇北王，常年镇守嘉宁关，无暇顾及这凉州之事。大宣正值大灾之年，天下饥荒，百姓食不果腹。朕此番为调查凉州税收减少、人口流失严重现象而来，定要揪出这幕后真凶，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恰好若兰在凉州，所以朕才决定邀你同往，共查此事。原来如此，那些在国难之际从中作祟者，的确当诛。那边怎么聚集了那么多灾民？黄姐，你看那边，这么多灾民，
难道想聚众造反不成？这位姑娘说笑了，这些灾民啊，可都是奔着陈员外而来。你是？在下凉州王家王年，敢为二位。你刚刚所言何意？3日前，这陈家的陈员外准备赈济由这河州而来的数千灾民，这不，这些灾民得到消息，自然纷纷赶到这陈家园。天下竟然有如此高风亮节之人！陈老爷，哎，干嘛？陈老爷，你就收留我们一下。若那些为富不仁的世家豪绅能有这陈修一半风骨，我不是陈老爷，我们何惧这洪灾？天下灾民也不至于流离失所，饿死荒野。老爷，给我！老爷，姐姐所言极是，那些发国难财的毒瘤，我真想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对杀一双。姑娘所言极是。哎，这位大伯，那边的夫人和小姑娘为何要下跪啊？哦，姑娘，听闻陈员外啊，在此地经营了一家妓院，那位小姑娘8成要被卖到他的妓院里去了。什么？你就收下我家肉鸭吧，我家肉鸭能洗衣做饭，还会女工，只要你给他一口吃的，不要饿死就行了。来，大娘，哎，起来说话。大娘，我问你啊，这灾民为何都往我陈家园跑啊？陈老爷，现在整个景县谁不知晓您宅心仁厚，准备在陈家园开仓放粮，接济灾民。陈老爷，您就是在世的活佛呀！本员外什么时候说过要开仓放粮呢？老爷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也一头雾水。来，你叫肉鸭，以后你就是我府上的丫鬟了。送到妓院，让四娘先调教一下。行的，自己安排。哎，去。娘亲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傻孩子，你跟了陈老爷还能有口饭吃，继续和为娘在一起，就只能被活活饿死呀！去吧，娘亲，孩子，肉鸭。大娘，这是30两银子，赶紧拿着这些钱买点吃的去吧。多谢陈老爷，多谢陈老爷！千万别再跪了！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强买民女之妓院，真当没人治得了你吗？这位姑娘，何出此言呢？自女帝登基以来，严禁强卖人口，你公然违背圣旨，按律当斩。我去，本员外不就开设个妓院吗？你情我愿，又利国利民，何必如此诬陷于我呀？诬陷？你当我是眼瞎吗？大娘，今天我在这儿会亲自替你们做主。此僚若是威逼你们，那我必将他绳之以法。这位姑娘，您误会陈老爷了，我是自愿将肉鸭交给陈老爷的。大娘，你可知将女儿送去妓院，这可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啊！姑娘，我们家老爷开办五道口妓院，想进去的人都要参加特招考试，前几名才能进去，而且这毕了业还能包分配工作，薪水翻倍。我们老爷招的这位小姑娘，那是修了8倍的福。五道口妓院不还是妓院吗？别把皮肉生意说得如此冠冕。这大娘，你这是何故如此呢？姑娘，现在各地都在闹饥荒，我等灾民食树叶、吃树皮，树叶、树皮吃完了，就只能吃土果腹。送女儿去陈老爷府上，还能有口饭吃，总比我们2点都活活饿死要好吧？朝廷
不是给每个灾区的灾民都发放了救济金吗？还不是那些该死的粮商哄抬粮价，导致粮价上涨数十倍，粮比金贵，我们哪儿吃得起啊？还有各大豪绅恶意收购我们百姓的土地，这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是啊，我们都是听闻仅县陈家园、陈员外宅心仁厚，准备开仓赈济我等灾民，这才跋山涉水来到陈家园，就为了这一口吃的呀。说得好，这景县的陈员外呀，可是出了名的大善人，让你们灾民吃饱饭，就一定让你们吃饱饭。我去，一定是这瘪犊子阴我。王兄，哎呀，哎呦，来，王兄啊，小弟千盼万盼，可终于把王兄您给盼来了。乡亲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可是咱们凉州王家的大公子啊，家里不仅是这凉州最大的酒业，哎，还是这凉州最大的粮商啊。哎，对了。此次的这个景县赈灾活动，王兄呢是最大的出资人，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善人呀！鼓掌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王公子，你可真是大好人呐！是啊，我以前以为那些世家豪绅都是一些剥削百姓的吸血鬼，没想到还有王家王公子这样的好人，愿意赈济我们这些受灾的百姓啊！这凉州王家若真如陈兄所说，在这大灾之下匡扶济世，这份功绩朕必定记在心里。王姐，可我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哎呀，放开！本公子什么时候说过与你一起赈济灾民了？哎呀，王兄，你怎可出尔反尔，戏耍这些苦命的灾民啊！各位乡亲们，你们想想，我这陈家园才多大，能拿出多少粮食啊？倒是这位王兄，出身这凉州最大的粮商啊！若不是他许我鼎盐相助，我一个小小的地主啊，怎可如此放肆，豪言能接纳这数千灾民呢？这陈员外说的不错呀，陈家园就这1亩3分地的，的确也存不了多少粮食。是啊，我可是听说王家持有凉州1半的粮食市场，若是王家出手，咱们就不愁吃饭了呀！是啊，对。王公子，您可是大人物，不能出尔反尔，戏耍我们啊！该死，这陈修是想祸水东引呢！呵呵，像样，真当爷爷我治不了你是吧？本公子的意思啊，是要与陈员外分开赈济灾民，以免某些小人诬陷我王家粮食有问题，影响我王家生意口碑。陈员外，哎，这些灾民数量有2000之数，不如你我2人各救1000，如何呀？等的就是你这话。没问题呀，王兄。那届时你可不要拿一些什么树皮树根来糊弄这些可怜的灾民啊！放心，我王家这点脸还是要的，只怕我拿出来粮食要比你陈员外家的好。哎，陈员外，这下人笑是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王家吗？误会啊！不是信不过这王兄的实力，只是我府上的下人平日里吃的都太好了，我们真的都想开开眼界呀。哼，一个乡下土豪里的下人，吃得上什么好东西？那陈老弟的意思是不相信我王氏为救灾民于水火这一番拳之心了？哎呦，哪里呀！王兄的德行，小弟是十分佩服的。本想着，若是王兄真的做到了，小弟呢便把我这醉仙酿的配方赠与王兄，也算是为我分润些功德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说这万一，我说万一呀，万一你这赈灾粮的品质那略输小弟，那到时候小弟岂不是把王兄架在火上烤啊？若是世人说这王兄为夺得我这醉仙酿的配方，在这虚言妄语，那小弟罪过可就重了呀！此事绝不可能。如果我王家拿出粮食不及你陈员外的，我不但不要你醉仙酿的配方，我再赏你1万两白银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哎，二位姑娘，王兄刚才所说此话当真，那一言九鼎，二位都听见了吧？那能否麻烦二位姑娘当个见证人呢？看在你2人皆是为了这些灾民的份上，也罢，那我便做这见证人。我也一样。好，
既然如此，陈修，那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在此公开放粮。好，今儿晚上就在这儿，不见不散啊，乡亲们！吩咐下去，今日申时前，城中所有米粮一律禁售。就说是我凉州王家的决定。这陈修再有钱，在我王家的权势之下，他也别想买到一粒米。小的明白。哎，等等，安排一些下人混进灾民的队伍当中，趁机煽动灾民闹事，然后再把他腿给我打断。到时候，本少爷对赌获胜，再慢慢向他讨要那醉仙酿的配方。小的这就去安排。去吧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能跟那王连对赌呢？那王家家大业大，哪是咱们小小的陈家园能比的？过来，你是不是笨呐？到现在还没发现，那些灾民定是那姓王的使计引过来的，想要用灾民对付本员外，从而趁乱夺取我那醉仙酿的配方。我若与之对赌呢，有2大好处：其一，他要是想赢得对赌，必定会让那些灾民吃上不错的赈灾粮，到时候本员外可以免费落得一个大善人的名声。这其二呢，你说那姓王的是不是傻呀？他既然答应，若是他输了，给我1万两银子，那我肯定卯着劲儿赢他呀。到时候非但赈灾1分不花，还能大赚一笔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原来如此，老板牛逼。可是老爷，那王连肯定会花重金让灾民吃筹走。可咱们陈家园的库房粮食几无，今天30，我们怎么来赈灾？总不能让灾民吃麦麸吧？莫慌，我已经请来了名厨，到时候不赢都没天理了。名厨，老爷，恕小的多嘴。俗话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那名厨再厉害，没有米也白搭。都说了莫慌莫慌的，老许啊，你到时候呢，只需要准备足够的沸水即可，其余的我自会安排。水？沸水有完没完？小的明白。陈兄，今天这米不好买吧？托王兄的福，这城中粮食一律禁售，我上哪儿买去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把醉仙酿的配方双手奉上，以免这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。哎，王兄，此言差矣。谁说没有米，这灾就赈不了了？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给我开！是米香，我已经好久都没有闻过米香了。这锅粥啊，肯定没少放米，不像朝廷发来赈灾粥，这稀的都能看出人影来。一锅粥还没10个米粒呢，没想到这种时候还能喝到稠粥，这王公子真是大善人呐！来，发下去。这不是粥，这是米饭呐！米饭，这真的是米饭！来，挡住啊！我没有看错吧？俺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已经吃了3个月的草根树皮了。陈兄，听到了吧？莫要再说这是大灾之年，就是全盛之时，也没有几个地主家天天吃干饭。陈兄，你拿什么跟我比呀？这王年倒是挺舍得。如今这粮食稀缺，即便是这糙米，价格相对往年也要翻上10倍不止。看来这陈修是输定了。黄姐，我看未必。这陈员外明显看上去胸有成竹，说不定能拿出比米饭更好的食物。来，王兄啊，我以为你能给百姓吃什么山珍海味，你说你这家财万贯的，就让灾民吃着干米饭，我真是高看你。陈兄，莫要在此争口舌之辩，你不让本公子瞧瞧，你给灾民吃的是什么美味佳肴啊！我可听说了，你们陈家园已经没有米了，不过麦麸倒是剩了不少。你不会给这灾民们吃麦麸吧？你刚刚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我给他们吃的正是美味佳肴。来，请。
康师傅。这不二哈附体？什么破玩意儿！诸位，本公子已替你们尝过了，此物味同嚼蜡，难以下咽。这陈修根本是无意赈灾，全然戏说大家呀！好你个狗地主啊！竟然拿这种东西来糊弄我们，你这分明是想把我们这些灾民往死路上逼啊！乡亲们，既然这狗地主不义，那咱们就抄他的家，然后开仓放粮。开仓放粮，开仓放粮！哎，姑娘，这是做甚呢？你还看不出来这陈修乃是自私的小人吗？闭嘴！这是喂，乡亲们，此物名为泡面，是由上乘小麦面和独家秘方所制，仅需加入沸水和调料包，一盏茶的功夫方可食用。听懂了吗？这陈员外是仙家吗？你看陈员外手里拿那东西，指定就是传说中的仙物了呀！仙物啊！仙家！哎，不是我给你们介绍它怎么吃呢，你们都给我跪下干嘛？都起来！起来！若兰，刚刚的声音宛若洪钟，莫非这陈员外真是仙人不成？黄姐，仙人之说虚无缥缈，我看倒像是河东地区流传的狮吼功，炼制大圆满，清霄之下犹如迅雷疾驰，声闻数里，令敌肝胆俱裂。看来是朕小瞧他了。哎，都愣着干啥呀？来，就你来。这真的是金牌面啊！我这辈子没吃过啊！你干吃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泡面的精髓主要在于一个“泡”字。来，上水。香，太香了！俺这辈子没吃过那香嘞。使不得呀，大人使不得呀！油这么厚的油水，里面还放了精盐，还有一股奇妙的香味儿。奢靡，太奢靡了！哎呀，奢靡什么呀？是啊，大人，这太珍贵了，小的蜜饯无福消受，只要给小的一口糙米饭吃就好了。糙米饭那是给人吃的东西吗？今儿个呀，泡面管够。爷，这里头还有肉仁嘞。啥肉嘞？这分明那是肉派。这个面的油汤真的是绝了。哎，这个陈员外不是上天派过来救世的活神仙吧？哎，站住！你不吃饭了吗？哎，我刚不说了吗？泡面管够啊！可恶，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那你有去排队，别拥挤啊！哎，你的。我们也有份。见者有份嘛。算你有心，黄姐。你的。好吃，这太好吃了！我活着20载，还是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之物。你都可放置多久？你说保质期吧，放个1年半载都没什么问题。1年半载，你所言非虚。当然了，若是军中能配备这泡面，即便在天寒地冻的恶劣环境下，也能迅速果腹。此物战略意义重大。不瞒陈员外，我与佳姐乃是来自京城的皇商，我觉得你这泡面很是不错。这泡面配方，陈员外卖吗？原来是皇商啊！我说这打扮的怎么那么像？卖，当然卖，但是这价格……价格好说。行，那改日到我府上，咱们再议。
王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陈员外这泡面，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，都远胜你的糙米饭，所以这场比试是你输了。这不可能！哎，王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输不起吧？这可是有见证人，还有这么多百姓都看着呢。好，今天我认栽了。哎，王兄，你家在那儿呢，那是我府上。王兄，那你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说，老爷，发财了！有2个号称京城皇家的姑娘想要见您，那还不赶紧请进来？好嘞。2位姑娘，在这儿呢。陈家园陈修再次见过2位姑娘。你俩不做个自我介绍啊？李若兰，这位是佳姐李萧月。兰兰，月月，名字真好听。来，坐。不知道2位姑娘到陈某府上来有何贵干呀？陈员外，我们想买下你的泡面制作秘方，不知价格如何？价格呢？那自然会公道些，只需要5000两，我可以接受。 No， 是5万两。什么？2位姑娘，你们应该仔细想想啊，这泡面制作秘方，那它背后有多大的商业价值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区区5万两银子，犹豫啥呀？买，当然买，不就是5万两吗？若兰，给钱。陈员外，这是5万两银票。秘方嘛，理解一下啊。来，太好了，有了它，即便是在天寒地冻的恶劣环境下，将士们也能迅速果腹。不过陈修，那2000灾民，你打算如何安排啊？谁叫本员外心善呀？饿不死，我让他们以工代赈。陈员外果然大慈大悲，天下间若如你这般的人再多些，那些灾民也不至于四处流窜。当今女帝为此更是心烦不已啊。不过，以工代赈是何意啊？就是他们给我干活，我包他们吃住，大厂嘛，一向如此。若当今女帝以工代赈之策收容灾民，赈灾同时还能让灾民参与各类工程修建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呀？没看出来啊，一点就透。你别叫皇上了，你干脆直接叫皇上吧。哎，你跟咱们那位大宣女帝相比呀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咱这大宣呀，迟早败在他手里。什么？你说当今女帝无能？我说女帝，你急什么呀？莫非你是女帝脑残粉？你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信不信我让官府拿了你？不，我说这些是有依据的。就拿我这陈家园来说啊，这么多灾民四处逃窜，他不管，哎，那他至少管自己的朝内事啊。朝内这么多大权都在那世家大族手上，别忘了，这外头可还有那北环一族虎视眈眈的盯着呢。照这么下去呀，国威呀！陈员外，当今女帝登基之时，这朝中格局早已固化，那些灾民也是因为国库空虚无暇顾及，女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话呢虽如此，但是啊，这世事皆是结果导向的。现在百姓眼中只有这朱门酒肉臭，路有饿死骨。你们想想啊，几百年以后，同学们翻开历史课本，读到我大宣这一刻，必骂是女帝。出门酒肉臭，
路有饿死骨。不过短短数十字，便道尽了这黎明疾苦。陈员外大才啊！机草物流。我大宣百姓确实困苦，但当今女帝应当如何自处呢？你这入戏还挺深呐，真当自个儿是女帝了。其实呢，女帝遇到的这些问题啊，对于本员外而言，那都是小事，那又如何呀？本员外只想做一个逍遥小地主，真的不想去朝堂上跟他们明争暗斗的，没劲。世家把持朝政，国库空虚这两大难题，一直都是当今女帝陛下的心病，岂是你空口无凭便能解决的？我空口无凭。这样吧，看在你们二位今日花了钱的份上，我给你们说道说道。老许，来了嘞！老爷有何吩咐？过来。老爷，这去。陈员外，你这是做甚？你的计策呢？哎呀，月月姑娘，莫急莫急，稍等片刻便是。来了。这是……这竟是上等的精盐，甚至比皇家特供的精盐还要高出一个档次。这精盐价比黄金，却极为稀缺，如何解决这国库空虚的难题啊？若是本员外说这精盐能无限量提供呢？什么？什么？哎，荒唐！这精盐珍贵异常，你却说能无限量供应，你这是欺君！你这是死罪！不，放眼整个大宣，那只有我一人精通这制盐之法啊！而且我自己开作坊，自己做盐，自己卖，我何罪之有啊？哎，方才可是你们俩让我什么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呢？我这才说一件，你直接给我拔剑，我还这还意见呢，我不说了。你刚刚所言为真？真，比黄金都真。不过眼见为实嘛，哪天有机会带你们去这个我的五道口妓院开眼界啊！若你说的是真的，单凭这精盐就足以让我大宣快速积累财富。啊，还有一件，这又是何物？这是本员外亲自制作的美酒，名为醉仙酿。我这酒不仅是稀世珍品，就连我这瓶儿也是上好的琉璃所制，价值千金。什么？前不久在京城被炒到天价的醉仙酿，竟是你酿制的？这事儿我在凉州也有所耳闻。这醉仙酿一度有价无市，更是被那些世家子弟炒出了3200银一瓶的天价。那是当然，不过那些啊都是精装款。哎呀，其实味儿啊都大差不差。来，今天你们俩呢运气好，有口福，给你们俩尝尝啊。嗓子的，来。这酒够香，够劲儿，够霸道。有那么好喝吗？好酒，好酒呀！我活了20载，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美酒。你这醉仙酿的手艺卖不卖啊？我这醉仙酿啊，制作过程极为考究，从水源再到材料再到工艺，都十分的注重细节。就怕是我传给你们了，你们也难以酿制出这醉仙酿啊。这样吧，那你这醉仙酿有多少？我们全要了。带琉璃瓶的精装款，每月限量50瓶，总共10万两。散装也可以啊，60两1斤，每月限量500斤，如何？什么？这么贵？你咋不去抢啊？两位姑娘，你们好好动动脑子。我这酒现在可是供不应求啊！你们买了之后到京城转手一倒卖，那便有1大半的利润。若不是看在你们俩是皇家的身份上，能省去很多麻烦，亏本的生意，你们觉得本员外会做吗？哎，好，那我们都要了，把货备齐了，届时我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没问题。哎，那如此一来，这国库空虚的问题是不是就被本员外解决了？有了这足够的精盐，再加上这醉仙酿，国库空虚
的确能就此解决。不过陈员外，你当如何解决这世家问题呢？这个更简单了，本员外只需2计，就可以大幅削弱这世家大族的威胁。什么？狂妄！这些世家大族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，岂是那么容易削弱的？他女帝不行，不代表本员外不行。首先，我会将这精盐按照市场1成的价格卖给你们。此言非虚。当然，不过此乃计划所需啊。当你们买了这些精盐之后，再派人一一登门拜访那些世家大族，以高昂的价格卖给他们。如此一来，尽可能的收敛他们的资产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俩能先大赚一笔吧？如此不计成本亏损，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非要个答案吗？当然。我要为这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要你们将这精盐以市场下1%的价格全面抛售。我要让全天下百姓都吃得起精盐。我这样说能听懂吗？这陈修竟能说出如此圣人之语，且心怀天下苍生，看来我得重新审视他了。妙啊！若将大量精盐抛售给那些世家贵族，然后再大肆低价抛售，岂不是能做空那些世家的大半资产？又是一点就通。这样一来呢，国库充盈之后，那女帝也不用看那些乱臣贼子的眼色了，那我们便可以顺利的施展第2计。快说！你俩先下去吧，给他们上节政治课。听着啊，想要改变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问题，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交到中央政府手里。为了巩固统治，就必须尽最大限度的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，给他们从政的机会。你所言不错，但具体要怎么实施呢？当然是举行科举制度啊。科举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，人人平等，不分贵贱，不论出身，择优者入朝为官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人品。正所谓，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烤红薯啊！这点需要朝廷政审啊，同时也可以避免世家大族安插自己的党羽。这科举制度一旦推行，那必定削弱世家大族。此乃妙计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不过这考试是要考什么呢？那你觉得一个官员他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？体貌丰伟，家学渊源。我去，你这是选夫还是选官呀？一个官员最需要具备的阅读理解能力、综合分析能力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贯彻的执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以人民为第一位，一切以人民为首，人民是最重要的。陈员外所言极是，令小女子茅塞顿开。坐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在考察官员这些能力的前提下，我们可以抛出一个社会问题，然后呢，让这些考生们在实际基础下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提出方略，然后加以论证。这一点我称之为 CPU 干烧了吧？申论。此乃先策呀！若我大宣采用此法，必能在民间筛选出可用之人，世家把持朝政问题可解。老爷，一村楼的花妈妈已经到达陈家园了。花妈妈来了，那我得赶紧跟她把合同拟了。那些清官人的姿色可都是一绝。来，还你。陈修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看来是我看错你了。我哪种人啊？我请那些清官人啊，是邀请他们参加我时装秀的。本员外可是高尚之人，纯粹之人，思想岂能如你一般龌龊呀？你罢了，那个本员外也不是个斤斤计较之人。那我得先签份合同，先失陪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俩要是没地儿去，那陈家园客栈是我开的，报我名字，免费住啊。先失陪了，回见。
住不了钱，吃喝都往死拼。黄姐，这时装秀适合衣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怪物！将我弄到最先进的配方，还搭进去1万两白银，这可是我们皇家3个月的利润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这银子何用？父亲，这事儿怨不得孩儿啊！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计划安排妥善了，可谁想到那个陈修，他不仅有粮，还是一种孩儿从来没有听过的食物，叫什么泡面，那味儿光是闻起来让人食欲大增啊，而且数量众多，这叫孩儿如何能赢啊？哎呀！此乃我王家大患，断不可留。为父前日听闻，前些时日，扶桑第一剑圣宫本武藏入我大轩，拜见大轩4大高手，一人一剑，足以以一敌百。宫本武藏此刻就在凉州，你亲自前往，重金雇佣他，击杀陈修，并夺取最先进的配方。记住，断不可再出意外。孩儿知道。有了扶桑第一剑圣出手，这陈修必死无疑。没想到陈修竟然真的收留了这2000灾民，还为他们提供了名为帐篷的居所，每日提供3餐。放眼这天下，恐怕也找不到如此善人了吧？黄姐，这位陈员外还真是能给人惊喜之人。这样的人才，若能为我大轩效力，那我大轩必将恢复昔日光彩。前门方向100米外，疑似杀手，想闯入府邸。等会儿看我手势，随时准备击杀目标啊！战狼1号收到。又是哪个瘪犊子要谋害本员外？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嫌命不够长。若兰，你这是做甚？这陈修能将活人收入怀中，定是那仙人无疑。既然他不愿暴露身份，若是我们当众撞破，恐怕是祸非福。也是，朕可从未想过，这世上真有仙呀！目标出现在西侧屋檐上。阁下，何必藏头露尾啊？本座一身夜行之术，早已独步天下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察觉，倒是难得。阁下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何故闯我这平屋小院儿？难道本员外哪得罪你？废话少说，只要吃最先进配方，本座可以给你个痛快。是那姓王的雇你杀我的？看来我猜对了。猜对了又如何？今日本座必许你项上人头。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区区皮肤，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。本座乃是扶桑第一剑圣，一身剑术早已非凡如上，就连你们大轩的4大高手，上个月也已被本座悉数洗白，杀你，本座半息足矣。可恶！这扶桑倭寇太过放肆，竟敢入我国境，杀我大轩4大高手！挡住！阁下，既然这么有自信的话，敢不敢与我比试一下这剑道啊？放眼这天下，能接下本座10招不败者，已是屈指可数了。就凭你，也配跟本座比肩？阁下，莫不是怕？怕？你的剑呢？剑？你还是太过于着相了。你这是在戏弄本座吗？哎，若兰，你别忘了，这陈修乃是仙人，区区倭寇怎可奈何于他？我们先看看吧。打我18岁起，亦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包括我的鸡腿。但是我不用，所以呢，我修炼至今早已进入一个无剑胜有剑的境界。
对付你，只有我这区区发明的六脉神剑足矣。不至于物，无剑胜有剑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无剑胜有剑才应是我辈追求的剑道旗帜。阁下，你是不是怕了呀？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无剑胜有剑。我突破了！单凭着剑道圣言，便让我突破了宗师之境。这陈员外莫不是传说中的剑仙不成？哈，如此境界，本座穷其一生都难以达到。就凭你个毛头小子，也不知道是从哪位前辈口中剽窃几句，就在本座面前狐假虎威。不过，看在你这剑道圣言的份上，本座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小鬼子，我劝你赶紧把武器放下，赶紧投降，这样我还能给你争取一个劳改的机会。否则，我这六脉神剑一下去，你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，信呢？扶桑第一高手就这么死了？陈员外果真是剑仙，一击便杀灭这扶桑剑圣，如此境界，必是当世第一。老爷，来了。无敌真是寂寞如雪呀！哎，这啥意思啊？多谢前辈点拨针。刚刚前辈所言，乃是剑道圣言。若兰从中只是悟得了一二，便突破了宗师之境。若非前辈点拨，若兰恐怕10年都难入宗师之境。有没有搞错？本员外就装个逼而已。妹子，你就跟我说你突破了，还是宗师之境？要是真如此，本员外早就已经是陆地神仙了吧？哎，若兰姑娘，不必多礼，是你自己的造化，跟我真没啥关系啊。若兰，你真突破至宗师了？是的，皇姐。如今我所修剑道已经达到了宗师之境，多亏陈前辈点拨。太好了！若是如此，若兰必能在战场上震慑北环宵小。陈员外，文能安天下，武能定乾坤，当有宰相之姿。不瞒陈员外，当今女帝乃是我表姐，我与她关系要好。若是由我举荐，陈员外必能受当今女帝重用。陈员外可有意入朝？没意。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去那朝廷上明争暗斗的，做一个逍遥的小地主，快乐的美男子，多好。我继续看电影去了。哎，皇姐，这世间高人皆是心性超然，脱离凡俗。既然前辈无意入朝为官，皇姐，你也莫要再强求，否则触怒了前辈，反而适得其反。若兰所言极是，就是可惜了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父亲，启禀父亲，暗杀陈修失败，宫本武藏身死。说什么？宫本武藏乃是扶桑第一剑圣，单论剑道，天下无人出其右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那陈修他……继续说。那陈修武功高于宫本武藏，据说宫本武藏死于陈修的绝学六脉神剑之下。胡说！一个小小的地主怎能有这本事？情报的确属实啊！据说那陈修已经把剑术练到极高境界，宫本武藏还未出手，就被陈修一击击杀。那陈修当真如此厉害？千真万确，孩儿已经反复核实了。父亲想用暗杀来抢夺醉仙酿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父亲，难道我们就要放弃了吗？放弃？哼！你以为那陈修猜不出是我们王家对他出手吗？这般高手若要报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先发制人。为父记得，凉州附近有一大帮四处游荡的北环匪徒。这样，你亲自前往，重金雇佣他们，命他们设法灭杀陈修。
那孩儿该怎么做呢？你只需让人去陈家园绑架人质，然后再威胁他带上最鲜酿的配方前往设伏地点，这样就可以一石二鸟。父亲英明，孩儿这就去办。若兰，别修炼了。陈员外要邀我们今日去参观他的五道口妓院。朕听闻，无论是那醉仙酿，还是那精盐、泡面，皆出自于五道口。朕早就想去见识一下了。也好，前辈一言一行皆有深意，对我修行而言大有裨益。黄姐，何时动身？就现在。这就是五道口妓院，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嘛。从外表看，的确平平无奇。哎，今天老师教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背会了吗？当然啦，氢氦永和9年碳氮氧胡氖。暮春之秋，会于太极，香烟之蓝田。黄姐，这是何乐器？竟如此动听。这我也未曾见过，西域送来的贡品中，也从未见过此等乐器。喂，你们两个不知道学堂禁止大声喧哗吗？哎，孙老师，这两位是我朋友，头一次来，不懂规矩。来，原来是陈院长的朋友，是老夫孟浪吧？您这也是履行任务，不错。欢迎光临啊！陈员外，那是何物啊？那叫黑板，方便那粉笔在上面书写内容。罢了，带你们进去转转。孙老师，方便吗？当然，请。来，进。同学们，好久不见呢。哎，这是作业都做没做啊？看那个。院长是院长，院长来我们学院。哇，院长好是英俊。听说院长还未婚配，若是……哎呀，你这妮子想什么呢？若是能顺利的从五道口妓院毕业，那便能进入院长的产业工作。据说年薪都100两银子起步呢。快上课！来看好了，这个就是黑板，这个呢就是粉笔。啊，对了，孙老师，咱们这节什么课啊？陈院长，这是数学课。算学吗？本小姐可是师承当世算学大师顾冲之，在算学上还算颇有造诣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本院长出道题考考你怎么样啊？考我？哼！那陈员外请出题吧。你第一次来，那我就出一道启蒙级的数学题，听好了啊！现有鸡兔同笼，头共11，那足呢共34。那么请问鸡兔各几何？院长，这题简单，我能解。哎呀，咱们预科班同学的能力，本院长自然是相信的。但这题呀，还是请我们月月小姐作答吧。你说这叫启蒙题？啊，此题极为复杂，即便是我，若没有盏茶时间，绝无可能演算出来。这位姐姐，何须一盏茶的时间？时息足矣。这怎么可能？即便是我家师顾冲之在此，也绝对不可能在10期之内解答出此题。罢了，若是如此，那就麻烦这位同学给这位小姐写一下演算过程吧。来。这道题就是一道送分题，答案是鸡有5只，兔有6只。鸡5只，兔6只，答案竟然是对的，这怎么可能？那这些符文又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些是陈氏数符与陈氏字母，解法是2元1次方程，乃我们院长所创。这陈氏数符、陈氏字母，果然别有一番技巧。陈员外，接下来我们去何处参观呢？我这五道口妓院分别设有医学部、工学部、酿酒部、纺织部等多个部门。下一站带你们去这纺织部逛逛吧。纺织部不就是裁缝吗？哎，非也啊，
我这纺织部和其他的纺织部可不一样哦。哎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小姐姐们忙着呢。四娘，四娘见过院长。这二位是？哦，这二位是我朋友，头一次来，我带他们参观参观。这衣服如此暴露，大庭广众之下能如此穿着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时代在进步，这旗袍啊，再搭配上唐丝宋鞋，能完美展现出女性的魅力。小姐姐们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等这次时装秀之后啊，本院长就打算把这件衣服限量售卖，每件50两。什么？这么贵？哪有冤大头愿意花这冤枉钱买这种衣服呀？这位姑娘，你这就说错了。我们陈家园纺织厂的一大半订单，早就被凉州的各大青楼、酒楼的客户提前预定了，根本不愁销路。大什么大？呀，大事不好了！就在刚刚，我们妓院预制科的2个女学员被一大群绑匪给绑走了，还特意留了一封信给老爷，怕是来者不善。吾等乃北华好汉，今日绑你陈家园2名女，若欲保其2女性命，陈员外须于明日酉时携醉仙酿配方前往景县南郊。若逾期不至或报官，2女性命难保，吾魏延之不欲也。敢绑我学生，想死，我成全你们。这北莽马匪大多流窜在凉州境外，是如何知晓陈员外醉仙酿一事的吗？若兰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之前的姓王的想夺我醉仙酿配方，派一个什么鬼的剑圣要杀我。是扶桑剑圣。哎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次我的学生被绑，肯定也是这姓王的从中作梗。而且这次恐怕他不仅想取我醉仙酿配方，还想在景县南郊做局杀我，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。什么？这王家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！胆大包天？我告诉你，如王家这般的世家，背地里的所作所为，可能比这过分100倍、1000倍，甚至万倍。陈员外，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这流窜在凉州境内的北莽匪徒有数千之众，王家若想杀你，那定然会在暗中埋伏大量杀手，此行定然凶险万分。一群跳梁小丑罢了。本员外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，有何惧言啊？不过今日确实陪不了2位。老许，伺候好。是，老爷。帮我学生问我特种大队没？哎，你们俩怎么也来了？陈员外，我和黄姐是担心你的安危，不放心，所以才……是啊，如今若兰已是1品宗师，可一气破甲200，对付等闲几10个莽匪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都有事儿干。哎，那你呢？我？走！停！立正，向左转，向左看齐。停！立正。大人，特种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哎呀，好，等会儿啊，这步兵小队负责火力压制，工兵小队呢负责布置地雷，准备随时布置地雷啊，随时狙击敌方退路。这防暴小队呢，随时准备冲锋解救人质。一旦发现这莽匪威胁人质安全，看我手势，立刻将其击毙。听见没有？是。令行禁止，动辄成军。没想到陈前辈这统军之法竟如此高明。过来，拍张照片。3、2、1，开始吧！开始行动！陈员外，那边莽匪人数众多，而且据说有不少是公盾兵。虽然你武功盖世，但是想要凭这些同时对付那么多莽匪，这恐怕也……区莽匪罢了，在我现代化战争面前，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你们俩看好了便是。往南。是。哎，大人。这是何物呀？此物叫无人机。
这只鸡居然能飞这么高！这可是侦察神器，可以料敌先机，提前布置作战计划。来，你们俩看看这是啥？这是密林中的场景，还真是。那若把此物用于战场之上，岂不是能对敌军位置了如指掌？要不然怎么说啊？这是现代化战争呢？呀，发现你了！战狼1号，去你10点钟方向300米外布置狙击计划，随时准备击击。战狼1号，收到。战狼1号，你就位。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瓮中捉鳖，解救人质了。哦，可是回首脸，那个程员外来了，还带了人。他报官了？没有，他没有报官，而是带了几个学生正在营外候着呢。陈修不会以为带着几个学生就能抵挡我莽军吧？啊！王公子，陈员外已入局，他必是必死之躯。巴图鲁，杀陈修是其次，夺得配方才是重中之重。事成之后，本公子答应的1万两白银，1分都不会少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活捉陈修。王年，还真是你从中作梗。不过没想到你能公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怎么不怕这世人吐槽你王家呀？陈修，你怕不是脑子被烧坏了吧？看不见我身后这群北环好汉吗？你还真以为这些穿着西装异服的人能护得了你？识相点儿，把最先进的配方交给本公子，本公子心情好，还能饶你条狗命。我呸！还北环好汉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大人们。院长，不要管我们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们打不过的，你们快走！快逃啊，院长！陈员外是吧？他把王公子所说的配方交出来，不然我让手下当着你的面砍了他们。交，不就是这最先酿的配方吗？那带了。有配方不会蒸馏技术，有毛用？拿过来。小敏，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表演。折成纸飞机飞过去。好，稍等片刻哈。陈员外，你当真要把这最先酿的配方交给这帮莽匪吗？你当真要把这最先酿的配方交给这帮莽匪吗？忘记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原来如此。陈员外说过，这醉仙酿酿造工艺复杂，他们即便有这配方，想必也酿不出这醉仙酿。这真是最先进的配方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放人？哼，本王只是答应你不杀他们，并没有说放了他们。再说这2个小美人，本王还没有享受过呢。元兄，放了他们也不是不可能啊，你得把那个什么泡面的配方也给本公子。你要想好，一个配方混2个人，你还是蛮划算的嘛！啊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旁边这位大哥被你耍得团团转，实在是愚蠢啊！他应该不知道这醉仙酿和泡面真正的价值吧？失策了，万不可让巴图鲁知道这2个配方的价值。巴图鲁，快把陈修给我抓过来，本公子要单独审问他。难道这背后还有什么隐情不成？巴图鲁，我叫你没听见，耳朵聋了！把陈修给我抓起来！要是瞒不成，这1万两你别想要了！住嘴！你继续讲。大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醉仙酿配方在京城已经炒到了20万两银子，再加上这泡面配方，少说也得30万，他才给你1万两，这实在……这不是把你当猴耍吗？陈修，你胡说！我胡说？我胡没胡说？派人查查便是啊！你竟有此事！竟有此事！来人，把王年给我绑了！哎，不能抓我！我可是王家子弟，你绑了我，大宣军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，来，当天头了起来！
哎，你拍树的，谁现在还看藤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大宣又算什么东西？只要我将此配方交给我大还朝廷，这是大功一件，加官进爵指日可待。届时你大宣又能奈我何？你王家家大业大，我拿你的命赎点钱，很合理吧？巴图鲁，你这个生气、愤怒，那是恐惧。如我大宣爵，当主。出来！干嘛呀？何必跟一只苍蝇动怒啊？小子，你很狂，本王劝你识相一点，把那什么泡面的配方交出来，不然本王现在就要砍了他！哎，大哥，不让我们再多拍会儿了，这么快就想急着投胎啊？既然你不识趣，休怪本王无礼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砍了！六脉神剑，传闻果然是真的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听闻陈修一击击杀了扶桑第一剑圣，用的就是六脉神剑。这是陈修独创的功法，想必他早已是大宗师了。哎，混蛋！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不早说？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不早说？特写，怎么样？既然知道本员外的厉害了，还不赶紧把人放了，把我那醉仙酿的配方归还回来，再把这哥们交给我们来处理，这样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小子，你很狂，虽然你很厉害，不过就你一个人，加上这群垃圾，怎么与我身后这些北环好汉匹敌？莽匪就莽匪，还好汉？活捉陈修者，赏银100两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小敏，安抚一下。好。前辈，为何会突然起雾？那是烟雾弹，乃本员外自己发明的，给敌人造成视觉障碍，方便掩护我军行动。那是何物？为何一击便能击倒一个莽匪？那叫电棍，可以相当于法器，可召唤雷霆之力。我放箭！给我放箭！这怎么可能？弓箭怎么没有用？巴图鲁，你不要怕，他们人少我们人多，一起上，他们遭不住。有道理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开火！这是什么？就瞬间要了我兄弟们的性命啊！前辈，那是何物呀？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威力？那便是传闻中菩萨普度世人的南无加特林。南无加特林菩萨6根清净品有淡，一息3600转，大慈大悲度世人，哪个碳基生物能挡得住？为何我从未听过这世间还有加特林此等佛器？那是你孤陋寡闻了，南无加特林都没听说过。首领，咱们快跑吧！兄弟们死伤惨烈。这不得跑，不得跑！取陈修首级者，我赏你们1000两。你脑残吧！这陈修就是当时这些其实我凡人的对手。兄弟们，撤！别撤，给我解开呀！不好，他们想逃跑，若是让他们投入密林，便再难追击了。工兵小队已在密林外布置好地雷。收到，无妨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尔等休想，立刻止步，否则本员外赐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之法。这巴图鲁，陈修一定在唬你。人世间哪有什么让我们粉身碎骨的？他是怕我们逃入密林，无法追击。有道理，关键时刻你脑瓜挺灵光的嘛！兄弟们，随我进密林！兄弟们，随我进密林！走。这威力震天，前辈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佛曰不可说，不可说。陈前辈真乃仙人也。陈前辈，你这加特林卖不卖啊？不。若有了这加特林佛器，我大宣何惧这北环蛮夷？不，这可是菩萨赐予我的缘分，你我非亲非故的，我怎可将这段缘分分给你呢？哦，
朕懂了，陈前辈的意思是，想要这加特林佛器，就得和他沾亲带故呀。皇姐，若兰，你曾立下誓言，你的未来夫君文武皆须胜于你。你看陈前辈实力如何？自是当世第一，无人能出其左右。陈前辈文采如何？出口便是至理名言，我自然也是比不得。那不就对了？试问这天下间还有谁比陈前辈更适合做你的夫君啊？可是陈前辈这般谪仙，又如何能看得上我这般凡间女子？哎呀，你是大宣公主，又是堂堂镇北王，何必妄自菲薄？朕这便去问问陈前辈的意思。陈前辈，哎，我将我家若兰嫁给你如何？啊！我将我家若兰嫁给你如何？啊！你所言非虚。当然，而且我家若兰也同意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愿意，毕竟本员外还尚未娶妻嘛。我家若兰可是京城第一美女，德才兼备，以后陈前辈，不是妹夫，可莫要辜负我家若兰呀。这个放心，她如果成为本员外的妻子，我肯定会好好待她，不会让她受委屈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以后就是亲家了。那这加特林佛器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员外就以一把加特林作为迎娶若兰的聘礼吧。一言为定。哎，走，看看那姓王的。哦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！哎，给白他妈横着路竖着，从这个微表情再到肢体，每一个动作，哎呦，这都是疼痛，这都是表演的，学到了吧？大人，此人便是幕后真凶，您看该如何处置他？此人罪大恶极，剁碎了喂狼吧。是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给我个理由。我要钱，我想要很多很多钱，我都给你啊！行，那你回府上派人送10万两银子过来了，记住，要说是那莽匪干的啊。这10万？怎么嫌10万两少了？不少，不少，不行。回头让下人打扮成莽匪的样子去领钱。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10万两银子，除去我这次军火的开销，剩下的我会全去拿去赈灾，这也算是为你王家积德了，听见没有？岂有此理！竟敢绑架我儿子，还想向我王家索要10万两赎金！大人不知道字怎么写吗？老爷说，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些莽匪都以死伤殆尽，不知被何物所杀，而且莽匪的死状都极为惨烈。还有那陈修安然无恙，人质也已经被他带回陈家园。怎么可能？该死！定是那陈修以莽匪之名向我王家索要赎金。老爷，那这赎金还要不要送过去？这是赤裸裸的阳谋，这次我算是认栽了。不过这仇我记下了，踏实必定让他百倍奉还。巡视前，你带人将大公子赎回来。对了，此事不可声张。去吧。是。灵儿。父亲，你一定要为孩儿报仇啊！没用的东西，那陈修不仅重创孩儿，还勒索我们王家10万两白银，这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算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为父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不过，正如你所说，这陈修乃是宗师高手，神乎其技，我们万不可正面对他出手。那父亲，您打算怎么做？与景县相邻的云县最近不是爆发了一场鼠疫吗？这种鼠疫一旦染上，若得不到及时救治，必死无疑。官方已将云县封锁，只要让人到云县那边弄一些感染鼠疫的牲畜，再让人悄悄丢入陈家园上游的河水中。只要陈家园内染上鼠疫，我们再向官府通报，让官府将其封锁。
这陈修不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吗？父亲，狗实在是狗。哼！陈修，你这狗东西，这下你还不死？到时候醉仙酿的配方还不是要落入我王家的手中？双手！好。哎，若兰，前面怎么回事？怎么聚集了这么多民众？黄姐，我也不知，要不咱们过去看看？陈家园举办的第50届时装秀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来自宜春宴的3位选手们。美而不妖，放而不浪。待会儿一定要给我家夫人也买几套这个旗袍。这个旗袍，毛少爷前16分。若是穿上这旗袍，我家那死鬼还不得被我迷得神魂颠倒啊！模特儿79分。哎呀！模特385分。黄姐，这就是夫君口中所说的时装秀吗？看上去倒是挺新颖的，但是有何用呢？这也不至啊，我们先看看吧。陈员外，哎，您说的奖励啊，花妈妈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呀！陈老爷豪气呀！以后还有类似的合作呀，陈老爷啊，希望你还能再选择我们宜春院。那是当然的了，多合作。你们呢？多谢员外厚礼。不必多礼啊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。哼，用昨天喝剩的3个啤酒瓶当奖品，请到宜春院的头牌参加这场时装秀，还真是划算呢。陈员外，哎，这3位啊，可都是我宜春院的头牌姑娘，身姿曼妙，色艺双绝。老爷若是看上谁，我亲自说媒，将她许配给老爷，可好？他拒绝。陈员外他呀，已经有未婚妻了。陈老爷，这是花妈妈，我和若兰呢，确实已经定下婚约。那您的一番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啊，那是我弄冷了。夫君，哎，你办这时装秀是何用意啊？当然是宣传推广，打开销路啊！来，发财了！刚刚第一批300套旗袍已经销售一空，而且各县的客商都有很强烈的购买欲望呀！你看看，只要一宣传推广，银子不就来了？今天这茶呀，它有助于减肥，大姑子可以多喝点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不好的呀？
没看到本员外正跟2位贵客交谈甚欢吗？来我陈家园的灾民中，陆续出现了瘟疫，严重的已经卧床不起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京城官府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我陈家园瘟疫的消息，带兵围了陈家园。此消息属实吗？绝对属实。好端端的，陈家园怎么会有瘟疫？云县最近刚刚爆发了一场鼠疫，会不会与这有关？可是黄姐，云县那场鼠疫规模并不大，而且已经被官方给收治住了。这感染者都会被统一收容，按理说不应该波及这景县偏僻的陈家园才是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先查清楚这瘟疫的源头。大人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在我陈家园的河水上漂浮着众多鼠类、禽类的尸体。灾民们的瘟疫兴许就是喝了河水导致的。我去，这么恶心！千万别让我查清楚是谁要暗害我陈家园，否则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吩咐下去，我陈家园所有人用水必须高温煮沸杀菌灭毒再使用。去！是。走，出去看看这些个官差是怎么回事。一切无辜人员禁止外出，违者以妨碍公务罪论处。前脚瘟疫刚爆发，后脚官差人就来了，看来是有人想借助官府之手打压我陈家园，真是算计啊！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公然投毒，这可是死罪！王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你这混蛋，让人投放这沾染鼠疫的尸体到我陈家园的河上吧？陈兄，你可切莫要血口喷人呐！本少爷向朝廷举报你陈家园感染鼠疫，为了防止扩散，我这也是功德一件啊！怎么诬陷好人呢？你找死！若兰，真是谢谢你了。那敢问王公子，今日来我府上有何贵干？这陈家园的鼠疫，本公子能解决。怎么解决啊？我们王家与圣手王先知是远房亲戚，请他老人家出手，这陈家园的鼠疫自然能被轻松解决。竟是王先知。据说7年前河州爆发的那场疟疾，就是由此人出手平息的。不过，他似乎在3年前已经隐居了。这王家是怎么知道他的下落的？我王家与王圣手乃是远房亲戚，当然知道他的下落。说吧，要我付出什么代价？我要你陈家园所有产业。当然，这钱没了还可以再赚，命没了可什么都没了。胃口越来越大了，这次连醉仙酿配方都不放在眼里了，要我陈家园所有产业。王公子，不怕贪多嚼不烂呀？这个不劳烦您操心。本公子胃口大，你有多少，本公子都能吃得下。是吗？哎，陈兄，你满口污言秽语，好生粗鄙！粗鄙？我这叫出口成章。王公子，本员外要是不给呢？陈兄，你有选择的权利吗？你若交不出你的家产，这鼠疫便会在你陈家园肆意的弥漫，到时候必定尸横遍野，你陈家园所有产业也随之毁于一旦。对了，这些官兵可是收到朝廷的命令，将你陈家园全部封锁，所有人都会困在此中。到时候所有人全都感染上鼠疫，在绝望与痛苦中慢慢的死去。陈兄，你怕了吗？啊，我好怕呀！怕了，那就给本公子跪下。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可能饶你一条狗命。王年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是不是忘了战是什么了？六脉神剑，陈兄，你竟然敢大庭广众之下取我性命！你要杀了我，这陈家园必死无疑！你们聚到这里干什么？大人，这个陈修明知陈家园感染鼠疫，却隐瞒不报。本公子只是当街教育他几句，他竟然当街行凶！大人，你为我做主啊！一个小小的地主，尽管如此猖狂！狗东西，任你实力再强又如何？难不成还敢直接对官府的人出手不成？
来人，将他拿下！住手！干嘛？你们可知此物？这是钦差令。不错，看来你也不是目光短浅之辈。既知此物，那你应该知道此物的意义。见钦差令者，如见钦差大臣，小人自然知晓。小人参见大人。你还有这两下子呢？哪里，只不过是替上面那位在民间视察一下而已。你们都起来吧。是。大人，这钦差令一定是假的。这穷乡僻壤的，哪来钦差大臣的？这女的跟陈修是一伙的，绝对是假的。假的！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脑子吗？假到钦差令，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，天下何人敢仿造？陈家园鼠疫一事，乃奸邪小人故意将感染类的鼠类家禽投至陈家湾河流，致河水感染后，再被灾民们饮用所致。既有此事，那放毒之人真应该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。此人的确该死，不过你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将陈家园所有居民进行隔离，防止疫情传开。是，快去吧。我靠！陈修这狗东西竟然会有好事。不过没关系，鼠疫一旦在陈家园扩散开，到时候有他跪下求我的时候。如何？大人，属下已经吩咐下去，所有人都会遵循命令，只使用废水。还有，河道里那些尸体也已经被我们打捞上来，妥善处理了。干得好，院长。经过我们医学部的指示和调查，此次的瘟疫范围并不大，感染人数不足100人。只要将他们隔离起来进行医治，让所有人使用废水，并隔离鼠疫源，此次的瘟疫不久就能平息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呀，王兄，此言何意啊？我这陈家园度过这次瘟疫，你好像挺失望啊。有大人物在此，万不可张扬。此话怎讲啊？这方圆百里都知道我王家乐善好施，这鼠疫平息，我自然是开心呐。哦，那正好，我这次瘟疫还有几名病人，你请那个医学圣手来帮我们医治一下吧。这啊，怎么了，王兄？难不成刚才一直在虚张声势，其实根本不认识什么医学圣手？自然是认识，不过此人已经脱离凡俗，想请他，可不是那么容易呀。那不如咱们再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你说也巧了，我这五道口妓院的孙医师也是艺术高超，让他与你口中那位医学圣手比试一下如何呀？院长，哎，听我的就是。而且你不是一直想要我那最先酿的配方吗？如果赢了的话，那要是输了呢？哦，你刚才不让我给你下跪吗？你输了你也给我下跪，外加88个巴掌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怕了？怕？本公子岂会怕？本公子只怕你欺骗我。放心，本官乃是钦差大臣，会给你们2人做见证，绝不偏袒任何一方。好，那本公子不光要你最先酿的配方，还要你泡面的配方。没问题。陈修，你还真是狂妄啊！你难道不知道王圣手的神医之术吗？他连疟疾都能治，还怕这小小的鼠疫？陈修，你输定了！哎呀，本员外也实在想看一下这医学圣手是何造诣。好，明日我就把王圣手请来，与他一决高下。你可不要输得太惨哦！狗东西，咱们走着瞧。走。妹夫，你真的有把握能让孙医师赢过国医圣手王先知吗？王先知乃是真国手，一身医术登峰造极，河州的那场疟疾，据说就是王先知给平息的。得，看来我这大姑子不信任我呀。哎，夫君乃是绝世高人，拥有神仙般的手段。说来相信，夫君能胜过那王先知。要不咱俩是2口子。老爷，老爷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医学圣手王先知想要求见老爷。哎，快，请进客厅。看见没有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曹操是哪位啊？啊，不重要，走吧，一块会会那个医学圣手。是谁发言？
能够在医术之上碾压老夫的。就你叫王先知啊？大胆！王先生身份何其珍贵啊，岂是你直呼名讳的？就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怎么想和老夫比比医术？哎，不，可不是我要跟您比，而是我这五道口妓院的医师要同您比较。五道口妓院？笑话！老夫行医多年，从未听过天下有此医馆。孤陋寡闻了吧你？我这五道口妓院鼎鼎大名啊，这您都没听说过？陈兄，莫要争口舌之辩，拿妓院这种污秽之地来羞辱圣手风骨。没文化可真可怕呀！脑袋长屁股上了？陈兄，我们手底下见真章，莫要在此浪费时间。到时候圣手出手，让你的狂徒们知道什么叫妙手回春。狗东西，王圣手出手，你说定？这几年本圣手真是太过低调了，以至于什么阿狗阿猫的也敢妄言自己的医术超越了我。哎呀，行，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比试吧。比试的地点我已经派人找好了，请。这样吧，为了保持公平起见，您家这位王先生和我家孙医师分别救治一名患者，谁先让其病好恢复行动能力，谁便获胜，如何？区区鼠疫罢了，只要服用了本圣手精心炼制的蛔虫丹，不出1个时辰，便能让其红光满面，能下地自由行走。回春丹1个时辰就能让人痊愈？我去，这该不会是这王年从什么地方找来的江湖骗子吧？来了，院长，青霉素已经经过了临床试验过了，效果很显著。好，准备开始吧。哎！你个老东西，自己没本事，想要偷师啊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闻一下就能偷成师了？哼，我看他这个老东西学艺不精，想要偷王圣手的神药，滥竽充数。这个丹药不能给病人吃。孙医师，何故这么说啊？这颗丹药里边掺了朱砂，乃为毒母，若是长期服用，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本圣手行医40余载，这蛔虫丹不知挽救过多少人的性命。你这黄口小儿，不要在此胡说八道。陈兄，我看你是怕输吧，跟这老东西演了波说谎啊！啊，王兄啊，这样，倘若你这丹药病人吃了之后身体出现异样，该当如何呀？那我王家全负责你陈家园所有患者的医药费，我包了。那既然如此，随便吧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他的脸色明显比刚刚好了很多。陈兄，按照约定，我赢了，快把醉仙酿和泡面的配方给我吧。别急嘛，结局还尚未知晓呢。孙医师，您也开始吧。陈兄，光天化日，你竟然怂恿手下行凶！你没见过世面就少逼逼两句。不是，我那是注射药剂，让病人能够快速吸收药的。笑话！老夫纵横一道这么多年，从未听闻有这种治疗方法。我看你分明就是有意害人。谁害人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他这样真的能医治好患者吗？放心吧，这药都临床实验过，绝对没问题。陈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里虚张声势啊？真是死鸭子嘴硬。他俩救人还是咱俩救人啊？能不能少说两句？这位大人，到时候我希望遵守约定，可不要偏袒陈修啊。那是自然，本官绝不偏袒任何一方。怎么回事？突然感觉整个身体不虚弱了，整个人的精神头也好了许多。陈修，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？啊，按照约定，谁的患者先醒，谁就赢。输定了！你真的确定他的病好了吗？是，大人，我的身体好像没事了，现在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。
到现在你还想耍赖不成啊？大人，这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吧？是本公子赢了吧？这，不愧是王神医啊，这一身高明的医术，您的神丹果然有奇效，从古至今的难题鼠疫都被你给解决了。哪里，小小手段，不知挂齿。陈兄，无论你如何挣扎，你还是输了，你还是乖乖把配方交给我吧。孙医师，这怎么回事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圣手，就是一江湖骗子。黄口小儿，你莫再刺血口喷人！这不可能！陈兄，一定是你提前给患者动了手脚，你还好生卑鄙！现在输了就开始无能狂怒了是吧？好，我来告诉你，病人本来就已经患得了鼠疫，这老头还给他吃那什么毒丹，两者相加在一起，气血攻心，这才导致昏迷。你休要胡言！这蛔虫丹怎么可能是毒丹？刚才的效果，你们可是都是看见的。效果，透支生命力来换来的临时健康，这种丹药，试问天下人谁敢要？说的什么？本圣手听不懂。陈兄，你比不起就不要比啊！不要在此行小人行径，侮辱王神医高尚的品格。我呸！什么狗屁人格呀！老头儿，之前用你这毒丹，没少做些敛财的勾当。你莫要在此凭空误人清白。猛男，老爷有何吩咐？陈兄，你比不过，动手了是吗？不，王先生，您刚才不是说这是灵丹妙药吗？那这病人吃了都能好，活人吃了那肯定生龙活虎，延年益寿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喂你吃药啊！上去！给我吃！大人饶命！王神医，你给陈兄跪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有鬼呗。这么说，承认这个药里有毒了？是，在药里面确实掺杂了重伤，服用后可激发人体潜在的精力，但是等到药效过去以后，人体就会亏空，并且就会继而导致病情严重恶化，然后威胁人的生命安全，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。老头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猛男，送去官府。是，不要送我去官府！哎，我可以给你银子，我给你给很多银子，不要去送我回官府啊！王公子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呀？我们比的是让患者醒过来，如果他醒不过来，我们算平局。起来，快！病人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照这种趋势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病人就能痊愈了。这次真的是败局已定了，该履行约定了吧？这不可能！陈兄，你是以从中作梗，这比赛我不认。想耍赖啊？我这六脉神剑真是饥渴难耐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87、88，行了吧？哎，王兄，山傻了，还有事儿没做呢？王公子，我记着你刚刚可是说过，这个王圣手的丹药若是有异常，那陈家园所有患者的医疗费可是均由你来承担呀。给你，怎么才1000两啊？我这青霉素的成本可都不止这些。这是1万两，都给你。哎，这才对。行了吧？王兄，那慢走不送了啊！小月姑娘，如今这大宣愈见颓势，而且国库空虚，反观那北环却空前强盛，一些世家呀已经产生出了投敌叛国的念头，所以咱们之前说的针对世家大族的计划可以开始了。陈员外，我们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我陈家园目前已库存10万斤精盐。什么？10万斤精盐？这么多？我大宣1年的精盐产量也达不到1万斤。
不必如此惊讶，我那五道口妓院两位也都去过，我们有最先进的提炼精盐之术。如果将来作坊足够，我们能生产出供全天下百姓吃的精盐来。没想到陈员外如此高野，如此功绩足以记入史册，供千载传颂。若兰，你还叫他陈员外啊？夫君，这才对嘛。所以接下来便是要按照陈员外之前所说那般做空这些世家吗？当然了，而且一定要快准狠，而且此事绝对要保密，势必要把那些世家大族脱层皮。所以此次杀猪计划就从那王家开始吧。杀猪计划，还挺形象的嘛。放心吧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我立刻回京，让人着手处理此事。是时候该惩戒一下那些嚣张世家了。好，那我府上那10万斤精盐随时为您准备，到时候派人来取即可。啊，对，这次杀猪计划的钱5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父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不好了！如此慌张作甚？我们向陈家园传播鼠疫，计划失败了。什么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五一十给为父交代清楚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啊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父亲。你是说陈修平息了陈家园的鼠疫？这怎么可能？事实的确如此啊，父亲。那陈修什么五道口妓院的医师朝那个患者屁股上扎了一针，没过多久，那个患者竟然病情好转了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说是陈修这手法层出不穷，说他是仙人也不为过呀。父亲，我们还要继续针对陈修吗？此子3番5次与我王家作对，乃是大患。更何况我王家也与他结下死仇，一日不死不休，必须除掉。不，可是父亲，那陈修具有仙人之力，我们无可奈何呀。单靠我王家的确对付不了他，看来还要借助外力。外力？北环。父亲大人，您这话何意呀？如今的大宣日渐颓势，已然是灭国之象。我们只要讨好北环，跟北环的高层打好关系，北环大军攻破大宣后，我王家依然是权贵世家，到时实现升迁也不为过。可是父亲，短时间内这北环不可能来攻打大宣吧？他们国家现在正在闹蝗灾，自顾不暇才对吧？你懂什么？正因如此，他们退无可退，只会向大宣开战，否则都得饿死。若是北环20万铁骑挥军南下，如今的大宣朝纲混乱，此战必败。到时候我们再将陈修的秘密告诉给北环，他们自然会帮我们除掉那个小畜生，我们王家还会落得一个大功勋。原来如此啊！陈修那狗东西，面对北环的20万铁骑，他连屁都不是啊！他武功再高又如何呀？对了，为父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北环使团准备来我大宣进京面圣，可能是为了求粮一事。届时你让人密切注意其动向，这可是结交北环的一个大好机会。好，孩儿这就去做。陈修，你这狗东西，本公子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？去吧。陛下已按照您的吩咐，陈家园的精盐已派人尽数取到。很好，吩咐下去，杀猪行动可以开始了。对了，先从王家下手。是。那些背地里巧取豪夺的世家，朕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这是上等的精盐，又比进贡的还要珍贵，而且是一斤难求，不是你们有钱就能买得到的。这时候此乃从西域进口的上等精盐。精盐？这竟
真是上等经验，而且品质比特供盐还好。哎呀，各位大人，不瞒诸位啊，这儿共有1000斤的上等经盐，乃是京城某位大人物派人私下走私进来的。现在正打算寻找买家，只需20万两白银即可。才20万两，这经盐本就价值1000斤，更何况这比特供的经盐品质还要好。这一经倒卖，利润必定翻倍。到时候我赵家岂不是能成为凉州第一世家？老板，这1000斤经盐我赵家要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楚家要了啊！哼，你赵楚两家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和我王家竞争？这1000斤经盐产生的利润巨大，必须得拿下。糟了，赎回我儿花了整整10万两银子，我王家流动资金不够啊！哎呀，诸位大人，若是资金周转不开也可以向我们抵押产业地契的。届时你们倒卖到京城，连本带利赚到钱以后再付余款也成。这还有这种好事？朋友们看来是拿不起钱呀。老板，咱还是卖给我们赵家吧。你说谁拿不出钱呢？我王家的基业何止20万两白银？我们现在就签字画押。王大人爽快，成就。庞大人，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今后若有这等好事，还望与老哥我合作呀！一定。这是我周家的产业和半数地产，暂时压这里。这2000斤经盐，我周家全要了。好，成交。院长，这个青霉素可真是神药，不到3天，陈家院的鼠疫便被彻底治愈了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云县的鼠疫可比陈家院更严重了。若是任其蔓延，必然将是生灵涂炭、尸横遍野的景象呀！孙医师不必担忧，云县那边本院长自有安排。如此甚好呀！刚说到云县，兰兰，这云县那边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依靠夫君提供的医疗团队相准这云县鼠疫已经得到有效抑制了。好，夫君此举拯救了云县上万百姓，可谓是功德无量。哎呦，你快别抬举我了，来，都是我这人美心善的娘子辛苦了啊！对了，娘子，这次云县所有医疗费用，那是不是该官方报销啊？那是自然。你们3位在聊什么呢？呀，大姑子来了。黄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京城那边的事儿都处理好了吗？当然。院长，这医学部那边待会儿还有节课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孙医师慢走啊，告辞。不送了啊，来坐。妹夫，刀已经架在猪脖子上了，何时杀猪呢？怎么说？我已安排人先将3万斤经盐私下高价卖给了各大世家，他们果然如妹夫所料，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纷纷上钩。单单是3万斤经盐就卖了600万两银子，即使是5-5分成，也能让我大宣国库充盈不少。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夫君此言何意？当供大于求时，这经盐盐价势必会下跌。等到这世家大族被咱们压榨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，把这经盐盐价降到全天下百姓都吃得起的价格。到时候那些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世家大族们，岂不是直接破防？哎，大姑子，王家怎么样？买了吗？我安插了几个托，营造了抢购的假象。这王家连地契、房产全压进去了，届时定让其赔得倾家荡产。看不出来嘛，我这大姑子也是有老六潜质的。老爷，刚刚收到一个萧月姑娘家城的人，他让我给萧月姑娘送了一封信。信呢？这。姐，你脸色好像不太好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北环使团3日后准备入京面圣，此行竟连那北环国师以及7池神女也来了，必定所图甚大。国师、神女，这北环国这么中二吗？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他们可不是什么玩意儿。
怎么说？那个北环国师据说通晓巫术，可下火海、入油锅，神乎其技。那个七尺神女乃是北环公主，出生便可引发百鸟朝凤神技，可谓是天下闻名。百鸟朝凤有这么邪乎吗？此事的确属实。半年前，北横出使楼兰国，这个七尺神女便展现出了百鸟朝凤的神技，引得天下鸟类盘踞于上空。这一神技使得楼兰国对北横俯首称臣。若我猜的没错，这北横恐怕也会在我大宣上演这么一出。什么百鸟朝凤，懂不懂规矩，懂不懂科学呀？这些楼兰底层、楼兰土著被骗得不冤。妹夫，你的意思是你有法破了这百鸟朝凤神技？当然了。不过具体事情具体分析，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什么女神神女的到底用了什么招。太好了，妹夫，请务必随我入京，破了这北环的阴谋。我就不去了吧，我逍遥惯了。再说了，我干嘛去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？是吧3万两白银，只要你能破了这七尺的百鸟朝凤神技，我便向女帝启禀，赏你3万两白银，其他情况另算，如何？大姑子，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？除钱外，我还会让女帝赏你陈家园一带地界的封地，如何？成交。何时启程？明日。公主，凉州王家嫡子王年求见，说是有厚礼相赠。这大宣还没亡呢，就来巴结我北环了。看来这大宣将要气数将尽呀。当然，等我们从大宣手中拿到粮食，我北环20万铁骑必将挥军南下，一举大破大宣。这些年，凉州边关有镇北王镇守，每逢交战，他都头戴面具，屠戮我众多北环将士。等我北环大破这大宣，我倒看看这镇北王到底是何名目。走吧，去见见这王年。如果他是条好狗，本公主不建议收下他。公主请。小人拜见公主殿下，拜见国师大人。小子，你说的厚礼呢？若是敢戏耍本国师，后果可不是你王家所能够承受。小人怎敢戏耍国师？这个礼物你一定会喜欢。这是精盐，而且还是上等的精盐。什么？竟真是精盐！小人为表诚意，特赠北环使团300斤精盐。此话当真？此300斤精盐可是价值万金，绝无虚言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你有何事？早就听闻国师大人一身仙术，独步天下，小人早已心驰神往，恳求大人收我为徒。哈哈，你王家既然如此有诚意，那本国师便收你做记名弟子，如何？是的，徒儿拜见师尊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既拜我为师，我必将传授你仙术。不过，我要你王家归顺我北环，如何？从此王家为北环马首是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。你王家果然都是些聪明人，而本公主就喜欢聪明人。多谢公主殿下，多谢国师大人。黄姐，若兰，你把你夫君安顿的怎么样了？我已将夫君安置到了月星园内，特意吩咐下人好好伺候着了。嘉宁关那边，嘉宁关那边有周亚夫将军带我镇守，黄姐不必担忧。陛下，陛下，如此急迫。莫不是有什么要事？刚刚得到消息，北皇使团已昨日入京，而同行的七尺神女此时正在北长大街，正要公开百鸟朝凤神迹。什么？尔等北环蛮夷，竟敢以巫术祸患我大宣！若兰，随朕前往，阻止那蛮夷惑众。黄姐，你怎么把陈员外给忘了呀？他可是那真正的陆地神仙。对啊，他若出手，这北环蛮夷定将不堪一击。走，咱们找他去。
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何物啊？哦，你俩呀，吓死我了，我正做梦呢。妹夫，那个七池果然要在我京城百姓前施展北环巫术，召唤群鸟。该如何打破这巫术呢？就这事儿啊，放心，我已经派孟南去北环蛮夷住的地方调查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百鸟朝凤，那是典型生物学的条件反射现象。夫君，你此话何意？据我调查呀，那什么七池孙女圈养着一大批鸟，每次喂鸟之前呢，都会摇晃一下铃铛，那时间一长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条件反射？条件反射是什么？我跟你们俩说术语，你们也铁定也听不懂。打个比方啊，就从前有个老农户养了一条狗，那每次喂狗之前呢，都会摇一下铃铛。久而久之，那狗一听到铃铛声，那便是以为开饭了，理解了吗？原来如此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引动这百鸟朝凤神迹？理论上完全可行。夫君，那我们该如何破了七池这百鸟朝凤神迹呢？我已经派孟南去行动了，如果他在咱这大宣众人面前召唤群鸟，定会自讨苦吃。你有所不知，那个七池公主现在正打算在城北大街上公开引动这百鸟朝凤神迹。这么快就有好戏看？快看戏去！夫君，这天看着也不像要下雨的样子，你为何要带伞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快看呀，传说中的七池神女就在移动百鸟朝凤真迹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百鸟朝凤是何模样。走。哎，鸟真来了呀！哎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这真是神女啊！这真的鸟来了，神迹啊！这是神迹啊！现在相信了吗，我的好徒儿？相信了，信了。这北环公主还真是神女啊！等此件事了了，我便教你下油锅的仙术。你若习得，定能名扬大宣。师傅，果真吗？当然。多谢师傅。陈修待本公子同这北环国师习得仙法，定让你生不如死。陈修，你来干什么？管得着吗你？我倒想问问你，跟这帮北环蛮夷厮混在一起，怎么着？要投敌叛国呀？哼，陈修，你别以为自己会两招邪术就可以无所非为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仙术，你连给北环圣女提鞋都不配。仙术，可笑。陈修，你懂什么呀？百鸟朝凤乃是祥瑞之兆，俄大薛多处旱灾，百姓颗粒无收。有这吉祥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久旱逢甘露。哼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哈哈哈哈！下雨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看到了吗？北环神女才是仙人，师傅，此乃神迹呀，神迹呀！娘子，大姑子，切莫抬头啊！这雨，怕是味道有点重啊。这雨，怕是味道有点重啊。神迹呀，神迹呀，神迹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雨的颜色怎么是白色的？这不对呀，这味道还这么奇怪啊！这不是鸟屎吗？不，这什么狗屁雨啊！这是个鸟屎雨啊！快跑！我靠，还真是鸟屎！啊，你快过来吧你！
什么狗屁神技，笑死我了！傅娟，这是你的杰作吧？怎么样？这场戏好看吗？哎，不过傅娟，我倒是想知道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。我只是让梦楠给这些鸟的饲料里加了点药，没想到啊，这效果出奇的好。怎么样啊？这次本员外可是圆满完成任务。那除了之前说的封地，那女帝是不是应该额外再给点儿？当然，不过要等北环使团之事过去，届时女帝才会论功行赏。可以，可以，这点时间我还是能等的。妹夫，这是你与若兰的婚书，若兰这边我已经让她签字了，你看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也签下吧。哎，不过这婚姻可不是儿戏，签下之后可不许反悔哦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若兰如此佳人，本员外宝贝还来不及呢，后悔绝无可能。来人，拿笔。婚约已成，双方皆不可违约。至于婚期嘛，我会托关系，请司礼监给你们择一良辰吉日，如何呀？全凭大胡子安排。好，既然你们二人都没意见，那么此事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妹夫，这北环之事恐怕还需你出手。哎呀，小心点嘛。没事的，宝儿。那鸟不都拉了吗？啊，还有什么事儿是这个女帝一个人对付不了的呀？相传，北环国师可以下火海、入油锅。不仅如此，北环使团一行，听说还藏有宗师级高手。明日入朝面圣，想必这北环定会向我大宣发难，以此来向我朝索要粮食。就这点事儿啊，还需要本员外亲自出马？哎呀，我看这女帝呀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菜。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，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吧？答应啊，我哪敢不答应啊？不就是对付北环宵小吗？这事我擅长。好，那明日你便在宫外最近的平安客栈等待，一有需要，我便会立即让人带你入宫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呢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需要带我的人入宫，并且全程畅通无阻，便于我布置针对这北环蛮夷的计划，如何？好，我会给每个人发块大内侍卫令牌，让他们自由出入宫内，如何？你连这都能弄到？不然呢？愿北环使者觐见。大宣女帝，数年不见，你愈发的娇艳动人呢。大胆班税，觐见我大宣女帝，竟敢不行礼！我们北环的勇士只见强者，而你大宣女帝不配。朕好生设宴接待你们，你等却如此不知礼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回吧。想让我们北环行礼，那要看你们大宣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你此话何意？听闻你大宣武林能人辈出，我们北环使团此行恰有4大战神护佑，你们大宣可有人敌得我北环4大战神呢？这怎么不敢了？朕有何不敢？你刚刚那句话说的没错，我大宣确实能人辈出，对付你们北环4大战神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喽。我北环4大战神都是宗师高手，合力足可力敌千军。区大宣如何能敌？慢着，比试不听点彩头那怎么行呢？说，赌什么？如果你们大宣输了，那就给我们北环300万的粮食。开什么玩笑！我大宣如今正值灾年，若少了那300万担粮食，那得饿死多少百姓？这北环肯定早有准备，我们若与之对赌，定是输多赢少啊！果然如此，你们大宣之人皆是一群鼠辈。怪不得这么些年都赢不了我北环。
可恶，这是阳谋。朕若答应，可能将输掉300万担粮食，届时必然有不少灾民得不到赈济，饿死荒野，天下必然大乱。但倘若朕选择怯战，必定会大大影响全军士气。若是此时北环铁骑挥军南下，我大宣必然会立刻陷入风雨飘摇当中。这北环好生的算计。大宣女帝，你如此畏畏缩缩的，那还不如干脆投降，做我们北环的附属国，每年上交赋税，也免得有战败之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就是比试吗？那你说说，若是你们输了，该如何？若兰已经是宗师之境，绝不逊色北环的4大战神，更何况还有妹夫这位绝世高人助阵，朕还怕这区区北环不成？若是你们大宣赢了，我们北环愿意出1万匹战马。什么？1万匹战马？这不就是1万骑兵吗？这1万匹战马的价值甚至不低于300万担粮食。是啊，这北环竟然真打算和我们大宣对赌啊！如此，我大宣将被迫骑虎难下，进退两难呀！众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我大宣自大旱灾年以来，天下诸多百姓食不果腹。若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输了，天下有多少百姓将饿死荒野，陷我大宣于万劫不复之境啊！丞相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回陛下，上个月之前，扶桑剑圣入我大宣，斩杀我大宣4大宗师。如今我大宣再难觅宗师高手，又如何敌得过北环4大战神呢？朕若能请来宗师应对，又当如何？若是如此，那便战。臣不议。若请得宗师出手，若仍拒北环不肯比试，必将影响军心，得不偿失啊！臣等不议。很好，那这场比赛，大宣接下。是他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然真的敢公然投靠北环，真当朕治不了你王家吗？当今女帝看起来好像有些面熟啊，但我是她第一次见女帝真容，是错觉吗？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只要你们能够在1个时辰之内击败我北环4大战神，就算你们赢。若是你们在1盏茶的时间内还没人敢上，那便是我们北环胜。台下何人敢与我一战？我来。你是何人？大内侍卫。大内侍卫？看你能接我几招！狂我！什么？你们大宣的勇士，难道都是这些垃圾货色吗？大宣女帝，我看你还是认输吧，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挣扎。是啊，乖乖认输，把粮食交给我们，也能省去一番屈辱，不是？尔等蛮夷，如我大宣是想开战不成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想开战吗？要战便战，我北环还怕你不成？有本事就派人击败我北环战神。你又是何人？是他，镇北王。什么？就是那个勇冠3军，让北环大军视为恶魔的镇北王。有镇北王在，什么北环4大战神，只是偷鸡挖狗罢了。失策，没想到镇北王竟然在京中。不过没关系，镇北王又如何？你们北环输了。你们竟以多欺少，难道想公然违规不成？大宣女帝，此言差矣。我北环起初说的是让你们派人击败我北环4大战神才算赢，又没说是1对1，何来违规一说？公主说的对，
你们能击败我北环4大战神联手，那才算真本。为北环果然没有安什么好心，1对1打不过，竟然以多欺少，简直就是毫无底线嘛！不知廉耻！哼，底线？你给本国师谈底线，简直是笑话！在这残酷的战场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还要什么底线？这是卑鄙小人！糟了，躲不开了！本王今日难道就要交代在这儿吗？可惜，我还未同夫君成婚呢。一群鼠辈，敢在我大轩如此肆无忌惮，当诛！是谁？多兰，你先下去吧，这些宵小就交给我解决。夫君，你是如何认出我的？我送你的洗发水味道那么重，一闻就闻出来了。原来如此。乖，下去吧，打架的事情交给你男人就好。你是何人？本公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陈修是也。你就是那个王年所说自创了6脉神剑绝学，达到了无剑胜有剑之境，那个一剑便击杀了扶桑剑圣的陈修。想不到本公子这么出名了，竟然能出现你们这些北环宵小口。还真是你，刚刚那一击是你所为。不错，这正是本公子自创的6脉神剑。我奉劝尔等速速认输，这样本公子还可以考虑饶尔等蝼蚁一命。狂妄！我北环4大战神皆为宗师之境，联手总可以横扫千军，你就一人，竟然敢妄言想杀我北环4大战神！战狼2号已就位，随时等待指示。战狼3号已就位，随时等待指示。那好啊，本公子就在这站着，我看你们这些蝼蚁能否伤我半分。师傅，这陈修6脉神剑确实了得，我们万万不可大意啊！你这是在长苍蝇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吗？师傅，徒儿不敢，只是6脉神剑隔空杀人，防不胜防啊！我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看他这架势，分明是在虚张声势。你们4个给我一起上，击杀陈修者，官城3级，赏银1万两。你们敢？战狼1号击杀目标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哦。不能认输！你们3个给我上！这战狼2号击杀目标，战狼3号击杀目标。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这世间竟有如此奇人，难怪陛下会与北环如此豪赌，原来是背后竟有如此高人相助啊！内惊外放，隔空杀人，难道此人达到了古籍上所记载的陆地神仙之境吗？这不可能！你们大轩怎么可能有如此强者？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饶了你也可以，不过从这儿滚下去吧。啊，记住，一定得是滚啊！要是没按规矩来，下场就跟他们仨一样。是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班叔，按照要求，你们北环输了，按照赌约，你们北环应该向我们大轩进献1万匹战马。是对，没错。不，我们北环可还没有输。怎么，你们北环莫不是想赖账不成？大轩女帝陛下，之前可能你没有听清楚，本国师所说的可是3局2胜。这一局就算你们大轩赢了，若是你们大轩还能赢1局，我们北环自然会认输的。岂有此理！这不是我大姑子吗？她是大轩女帝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若真是，那本员外之前当着她的面如此羞辱她，糟了，我怕不是要完犊子了吧？哎，那我这未过门的娘子，岂不是当朝公主？那这第2局，你们想比什么呢？比仙术。仙术？要如何比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双方各派1名选手施展仙术，谁的仙术更厉害，
谁便获胜，如何？仙术？那我这六脉神剑算不算仙术？谁敢跟我比啊？陈修，今日你若能大胜北环，朕封你为大宣国师之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不，这陈修不能再比。为何？你莫不是怕了不成？下一场我会派我刚叔的徒儿登场。这陈修若是再比，那岂不是以大欺小？师傅，徒儿只是学了些皮毛，真的可以吗？我说你行，你便可以。陛下，跟他比，不就是徒弟吗？我随便派出一个人都远胜他们北环。陈修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不就会点功夫吗？论仙术，10个你都不及我师傅。朕答应你们第2场比试。班叔，你这徒弟是要施展什么仙术呢？当然是下油锅之术。什么？下油锅？这油若是烧开，人下去岂不当场得烫死？是啊，这凡人乃是血肉之躯，怎么抵得住油炸呢？这下油锅之术有这么厉害吗？当然，只要学会了国师大人的仙术，便能脱胎换骨，下油锅而毫发无损。江湖把戏罢了，还敢在本员外面前班门弄斧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这井底之蛙，如何能知道我师父仙术的神奇之术？陈修，我看你是嫉妒才出言贬低的吧？贬低？他还不配。哼，真是愚昧！大宣女帝陛下，还等什么？准备油锅吧！今日本国师便让你们这些大宣的土子们开开眼。你去差人准备吧。是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师傅，请放心，徒儿下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儿这些凡人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仙术。好。夫君，没想到这位高人竟和镇北王认识。自从若兰12岁跟随周将军执军以来，一直隐藏公主身份，在边疆屡获奇功，直至成就如今威名赫赫的镇北王。不知我这妹夫知道若兰就是镇北王，该作何反应？夫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看来今天这北环是输定了。若兰，你为什么今日戴个面具啊？一直。夫君，我有其他身份，在此不便暴露。不就是二公主吗？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便将一切都告知夫君，如何？行，都依你。哦，叔父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没有受伤！他莫不是真会仙术不成？我这便带人揭穿这家伙的把戏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起来！叔父，哎，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是想公然违背比赛规则不成？你不是说你这下油锅之术可以让人在油锅之中毫发无损吗？难不成你这真是什么江湖把戏，用来糊弄人的？胡说！本国师的下油锅之术乃是仙人所授，怎么可能是江湖把戏？哦，那让这油锅烧个几盏茶的功夫，应该也不会伤到你这乖徒儿吧？那是自然。难道他发现了下油锅的秘密了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陈兄，看到了吧？本公子入油锅到现在毫发无损，敢问这人世间有几人能做到啊？愚蠢之难，无药可医呀！狗东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本公子面前装？怎么回事？油开始变热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一直在挣扎？刚刚不是还挺惬意？特头，这兴许是在施展仙术吧？热！师傅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哥们儿，你们这法术好像要失灵了。现在认输的话，还能保你徒弟一命。不，让本国师认输，绝无可能。师傅救我！
王兄，一路走好。怎么办啊？现在是不是你们北环输了？哼，你得意什么？这只不过是最近几天本国师刚收的弟子，仙术不精，施法失败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番叔，按照赌约，你们施展仙术失败，所以按照3局2胜制，是你们北环输了。输了？你们大宣还未施展仙术，怎么能说我们北环输了？就是，你们大宣必须施展出足够惊人的仙术，才算得上赢。你们大宣必须施展出足够惊人的仙术，才算得上赢。哎，刚才来的唐突，还没时间打招呼，想必您就是近来闻名京城的鸟屎神女吧？你既然敢羞辱本公主，本公主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若敢动她，我便取你首级。哼！你们大宣就是如此对待使者的吗？哎，别急啊，他还没死呢。你若真有本事，现在就安排人上来施展仙术，否则这局不算，我们还需另外再比上一局。陈修，你可有弟子施展仙法？陛下放心，我已经吩咐过徒弟了，只需盏茶的功夫便可。不过朕很好奇，你这徒弟施展的是什么仙术？陛下，类似于点石成金之术。点石成金之术，虚无缥缈。你若会此仙术，岂不早就是天下巨富了？是啊，这点石成金乃是传说中真仙才会施展的法术。陈修武功再高，可怎么会此术呢？哎，别急，我只是说类似于点石成金之术。陈修，那你这点石成金指的是？敢问陛下，在这酷暑之际，咱们冰块的价格是几何呀？冰块的价格相当昂贵呀，在这京城之中，价格达到了3两1斤，而且还是有价无市啊。好，那等会儿我就让我这徒弟为大家施展化水为冰之术。什么？为大家施展化水为冰之术。哼，这不可能！化水为冰之术有违自然规律，你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。那就是因为不可能，所以称之为仙术啊！你不是也会吗？怎么？难道你是江湖骗子啊？哼！陈修是吧？若你真能让人施展出这化水为冰之术，我北环便立刻认输，将这1万匹战马给大宣，如何？鸟屎神女，你说这话我能信吗？你若真能让人施展出如此神术，我北环1万匹战马1匹都不会少你们的。有了这1万匹战马，我镇北军便能训练出1万铁骑，军队整体战力也能精进不少。萧大人，依您看，这个陈修所说的化水为冰之术是真是假呀？这个我还真说不准。刚才的施展的手段已经远超宗师，但这化水为冰之术太过猎奇，本官也拿不准呐。大人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那就准备开始吧，让这些北环蛮夷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仙术。是。这个时代如今可还没有消食制冰之术呢，正好可以人前显圣一步。鸟屎神女，睁大眼睛看仔细哦，故弄玄虚。开始吧。是。等一下，你要作甚啊？哼，本国师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在水里动手脚啊。怎么样？检查出什么来了吗？本国师倒要看看接下来你如何化水为冰。你这国师还真是愚昧无知。开始。装神弄鬼，以为这样就能化水成冰？天真！我这妹夫应该不会骗我吧？化水为冰，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对，陈修是绝世高人，说不定真会化水为冰之术呢。若是这陈修真会了化水为冰之术，那他岂不是可以轻易做到共产敌国呀？哼，这不可能吧？他要真会此法，他不应该籍籍无名才是。我看就是在招摇过市。你们快看，黑衣的水结冰了！什么？
呦，还不错嘛，检验检验啊，鸟屎神女。什么？这竟然真是冰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事实摆在面前，是你们北环输了。你这家伙到底使用了什么妖术？哎，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指我啊。够了，我们北环认输。大宣女帝，1万匹战马改日奉上，来凉州边境取编好。好，公主殿下，我们走。慢走不送了啊！陈修，陛下叫你呢。啊，那个小民在。朕现封你为大宣国师，位居百官之上，以后无需跪拜朕，凡国家之事，皆可由你辅政共定。凡国家之事，皆可由你辅政共定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陛下，我平日懒散惯了，我确实不太适合入朝为官啊。大胆陈修，陛下旨意，你这小小员外竟敢拒绝？哎，我大宣国师之位特殊，平日也不需要上朝，在我大宣需要你时，你才需要出手，如何？那陛下，你之前答应给我那块地，你若做我大宣国师，朕赐你景县内良田万亩。好，那这国师我当便是，多谢陛下。众爱卿可有异议？萧兄，你如何看待这陈修当选我大宣国师呢？此人能力挫北环，自身才能不必多说，单单治兵一术便是玄之又玄，其才能远在北环国师之上，当选我大宣国师并无不可啊！是啊，若非这陈修，今日我大宣必定败多胜少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。臣无意。好，那即日起，陈修便是我大宣国师。若兰，你不仅是大宣二公主，还是传闻中被人奉为杀神的镇北王。妹夫，我家若兰巾帼不让须眉，而且又生得貌美如花，你能娶她，可是你赚大了呀。我去，若是把这尊杀神娶回去，本员外以后怕不是要被家暴吧？若兰，你说你如此优秀，我实在自惭形秽啊。不如咱们这个婚约取消？不行，你必须娶我。放眼这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你有资格娶我。婚约已定，你若违约，那便是欺君之罪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回陛下，本员外就是开个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。若兰如此佳人，本员外疼爱还来不及，后悔绝无可能。糟了，看来这杀神本员外是非娶不可了。对了，妹夫，你是如何看出这北环国师下油锅之术的端倪的呢？回陛下，这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把戏。他们提前在油锅里面放了醋，醋烧干之前，油是不会热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北环国师完全是名不副实啊。哎，妹夫，你那化水为冰之术甚是神奇，这其中是有什么原理吗？这化水为冰之术若能普及，必能大利国民。回陛下，回镇北王，这个涉及到一些化学问题，不妨改日二位再去我那五道口妓院，我详细给你们讲一下。看来你这五道口妓院当真是不凡。等过些时日，朕便让皇宫里的皇子、公主去你那五道口妓院学习几日。什么？怎么不愿意啊？没有，陛下，我只是太突然了。这该死的陈修，竟敢坏我北环大计！本公主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公主息怒，此次大宣之行，我们也并非全然失败。此话何意？这大宣诸多世家都已经意识到我北环必将挥军南下，纷纷已是风声鹤唳，大部分世家都心生投诚之意。借此机会，我们便可以收购这些世家手中的粮食。这些世家只要不蠢，都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我。如此一来，短时间内我们收购200万担粮食也并非难事。此计甚妙，甚妙呀！待我大环将粮食取回，然后挥军南下，我定要将这陈修给凌迟处死。
妹夫若兰，司礼监说下个月15就是个好日子，你们2人意下如何呀？一切都听皇姐安排。妹夫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我那个陛下的意思就是臣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的婚约就这么说定了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何事如此慌张？启奏陛下，北荒使团一律在京城大肆收购粮食。如今粮价高昂，他北环若是有钱，让其收购又有何妨？不是陛下，是那些世家粮商，他们既然把我们大宣的粮食以1成不够的价格卖给了北荒，这群吃里扒外的家伙，这不是明摆着巴结着北环吗？不仅如此，这北环如今已是蠢蠢欲动，恐怕等他们凑足了粮食，便会挥军南下，向我大宣宣战。这些世家，说他们是卖国贼，也毫不为过。陛下，还记得本员外之前说过吗？这些世家大族啊，就是一群猪。本员外觉得之前所说的杀猪计划可以收网了。对啊，朕利用精盐，便可轻易收割这些世家的大部分资产，让其元气大伤。届时，朕看这些世家可还有余粮低价卖给这北环。魏公公，老奴才即刻通知大内统领，跟他说，杀猪计划可以收网了。公主，国师大人，我凉州王家愿意献给北环5万担粮食，只求日后能为我儿报仇，诛杀陈修此僚。这你大可放心，陈修如今已经是北环的死敌，待我北环入主大宣，必将他抓住，千刀万剐，凌迟处死。如此，多谢国师大人。陈修，你害死我儿，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，就先让你长痛一阵吧。待到北环20万铁骑攻破大宣，任你3头6臂，也绝迹十死无生。不好了，大人！不好了，大人！大事不好了，大人！不此惊慌甚事，没见我正在面见贵客吗？大人，今日一早有大量金盐流入市场，金盐价格大降，降了多少？从300两银子1斤降到了不足10两1斤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！金盐以前一直是有价无市，怎么可能一下子有这么多入市？老爷，小的也不知道啊，这事儿你去集市上一打听，便知真伪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还不快说！老爷，今年的盐食价格猛降，现在已经不足10两银子1斤了呀！老爷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！老爷，你先起来，老爷。老爷，那个金盐的价格狂跌。此事竟然是真的！老爷，千真万确啊！不仅如此，你之前将我王家的地契、产业全数抵押给别人，那些人现在正拿着抵押字据，准备对我王家抄家呢！啊！老爷，完了，本官可是压了30万两在金盐上，那可是我庞家多年的积蓄啊！该死，这大宣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么多金盐？哦，这位大人，小的听说这些金盐都是由官家出手，限量售卖，那些闹事儿的人全都被抓进官府了。这大宣女帝一向软弱无能，一直被众世家所牵制，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手段？国师，好在我们这次也收购到了100万担粮食，也足够充当南下的军粮了。也是，待我北环大军一举南下，拿下这大宣，到时候无论是金盐还是粮食，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微臣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说吧，何事？陛下，收网行动已经完成，那些与北环同流合污的世家，家产都已被金盐搜空大半以上，更有甚者已经破产。
已无力向北环提供任何的资源。经此，我大宣国库瞬间充盈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从许多粮贩手中通过抵押字据收获到了200余万担粮食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粮食，就可以正式开展以工代赈行动，拯救灾民，发展国力了。陛下，还有一事。继续说。北环之人想低价大量购买我们大宣的精盐，好运回北环高价贩卖，但是都被我给制止了。我们采取了限量贩卖的模式，以此避免不良商贩从中牟利。此事你做得很好。这北环如今是狼子野心，岂能将如此重要的资源卖给他们？传朕旨意，我大宣精盐严禁走私卖给北环，违者斩立决。是。老爷好。夫君，你带我来这里是有何事啊？若兰，你忘了这下个月的15号可是咱俩的婚礼呀！本员外为你特地设计了一件婚裙，交给四娘制作，今儿刚刚制作好，带你来看看。夫君，你还会服装设计？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为夫是谁？来。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谢谢夫君。若兰，我看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，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，别老压在心里啊。自从那北环使返回之后，这嘉峪关一带格外安宁。这段时间，北环蛮夷没有任何作乱迹象，恐怕是山雨欲来。就这点事儿啊，那天塌下来有你夫君我顶着呢，这算什么？夫君，我们可不能小瞧了那北环。那北环拥有20万铁骑，太过强大。若是我大宣鼎盛时期，还可以与之抗衡。可现在，凉州急报，将军，北环出尔反尔，在与我军进行战马交易时，提前派人埋伏偷袭，我军损失惨重。北环趁机率军南下，不日便抵达嘉宁关。